大家好，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我是小安。大家好，我是阿明，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阿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了呀？我中午点了外卖，一份番茄炒蛋和一碗米饭。你呢？我自己做的，煮了面条，加了个鸡蛋，很简单。哇，你还会自己做饭啊，真厉害。我就不行，我很少自己做。其实很简单的，不难。不过我也经常点外卖，有时候太忙了，没时间做饭。对呀，我就是因为忙，还有点懒，所以几乎每天都点外卖。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要么点外卖，要么自己简单做一点。没错，有时候我也在想，点外卖和自己做饭，到底哪个更好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困惑，有的喜欢点外卖，有的喜欢自己做饭。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吧。刚开始的时候，我不会做中国菜，只能点外卖。我能理解，刚开始学做饭都很难。那你现在还是一直点外卖吗？是的，大部分时间都点外卖。我觉得点外卖很方便，不用买菜，不用洗碗，手机上点一下，很快就能送到。确实很方便，尤其是早上赶时间去上班，或者晚上下班很累的时候，点外卖能省很多事。对呀，而且外卖的种类很多，想吃什么就能点什么，中餐、西餐、快餐都有。这点我同意，不过我有时候觉得，外卖没有自己做的干净，也没有那么健康。你说的对，我也发现，长期吃外卖，有时候会觉得不舒服，可能是油放得太多了。没错，我自己做饭的时候会少放油，少放盐，吃起来更放心。那你自己做饭，会不会觉得很麻烦啊？要买菜、洗菜、做饭，还要洗碗。有时候会觉得麻烦，但是习惯了就好了。而且自己做饭能做自己喜欢的味道。比如呢，你平时自己做什么菜？我做的都是很简单的菜，比如番茄炒蛋、炒青菜、煮面条、蒸米饭，这些都很容易做，而且很快。听起来确实不难。那你买菜方便吗？很方便啊，我家楼下就有菜市场，或者用手机买菜，第二天就能送到家，很省事。哦，这样啊。我以前以为买菜很麻烦，所以一直不敢自己做饭。其实不麻烦的，你可以周末的时候一次性买好一周的菜，放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就做。这个方法不错。那我想问你，点外卖和自己做饭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价格。自己做饭会比点外卖便宜很多。真的吗？我没有算过。比如一份番茄炒蛋，点外卖要20多块，自己做要多少钱？自己做的话，一个番茄2块钱，2个鸡蛋3块钱，米饭1块钱，一共也就6块钱左右。哇，差这么多啊！那长期下来，自己做饭能省很多钱。对呀，而且自己做饭还能锻炼动手的能力。我刚开始学做饭的时候，也经常做不好，慢慢练就好了。
我有点心动了，我也想试试自己做饭，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做不好怎么办？哈哈，没关系的，谁刚开始学做饭都会做不好。你可以从最简单的菜开始做，比如煮面条、炒鸡蛋。煮面条我会，就是把水烧开，把面条放进去，煮几分钟就好了。对呀，就是这么简单。你可以在面条里加个鸡蛋，或者加点青菜，这样就更有营养了。好的，我下次试试。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点外卖和自己做饭各自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还有怎么选择吧。好啊，首先我们来说说点外卖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方便快捷，不用花时间准备食材，也不用洗碗。对，这是最主要的好处，尤其是对于上班的人来说，每天下班都很累，根本没有力气做饭，点外卖就能很快吃到饭。没错，第二个好处就是种类多，想吃什么就能点什么，不用自己费心想做什么菜。是的，我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就打开外卖软件，翻一翻就能找到想吃的。那点外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我觉得第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不健康。外卖为了好吃，通常会放很多油和盐，长期吃对身体不好。我同意，第二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价格比较贵，长期点外卖要花很多钱。对，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有时候外卖会送得很晚，或者味道不好，让人不开心。没错，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那我们再来说说自己做饭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健康干净，自己做的菜，油盐都可以自己控制。对，自己做饭，食材都是自己选的，洗得也干净，吃起来很放心。第二个好处就是价格便宜，能省很多钱。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份番茄炒蛋，自己做只要几块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做自己喜欢的味道。比如，我喜欢吃辣，自己做饭就可以多放一点辣椒。对呀，自己做饭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整。那自己做饭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第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麻烦，要买菜、洗菜、做饭、洗碗，很费时间。没错，尤其是对于很忙的人来说，没有那么多时间自己做饭。第二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需要动手的能力，刚开始学做饭的人可能会做不好。对，我就是担心自己做不好，所以一直不敢尝试。其实不用怕，只要慢慢练，就一定能做好。我给你分享几个简单的做饭小技巧吧，很适合刚开始学的人。好啊，好啊，太感谢你了。第一个技巧就是从简单的菜开始做，比如煮面条、炒鸡蛋、番茄炒蛋，这些菜都很容易，不会出错。这些菜听起来都很简单。第二个技巧呢？第二个技巧就是提前准备好食材，比如周末的时候，把菜洗干净，切好，放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做，能省很多时间。这个方法很好，这样下班回家就能直接做饭了，不用再花时间洗菜、切菜。对呀，第三个技巧就是跟着手机上的教程做，
现在很多手机软件上都有很简单的做饭教程，一步一步教你做，很容易学会。太好了，我下次就按照教程试试。那对于不想点外卖，也不想自己做饭的人，还有别的选择吗？当然有啦，比如可以和朋友一起做饭，大家一起做，一边做饭一边聊天，也很有意思。这个主意不错，和朋友一起做饭，既能吃到好吃的，又能增进感情。对呀，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做一次饭，多做一点，放在冰箱里，下次想吃的时候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这个方法也很好，适合平时比较忙的人。在这里，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点。在中国，我们做饭的时候，常用的重量单位是斤，1斤等于500克。对，这个我知道。我第一次去菜市场的时候，不知道斤是什么意思，问了老板才知道。很多外国朋友刚来中国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困惑，所以大家记住，1斤等于500克，买东西的时候就不会不懂了。没错，还有一个小知识点，就是中国的菜市场，很多老板都很友好，你可以跟他们讲价，尤其是买很多菜的时候。对啊，讲价也是中国菜市场的一个小特色。不过现在很多超市都是明码标价，不能讲价，但是菜市场可以。这些小知识点都很实用。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聊的内容吧。好的，今天我们聊了点外卖和自己做饭的话题。点外卖的好处是方便快捷，种类多。不好的地方是不健康，价格贵，有时候还会送得很晚。对，然后我们说了自己做饭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自己做饭的好处是健康干净，价格便宜，能做自己喜欢的味道。不好的地方是麻烦，费时间，需要动手的能力。没错，我们还分享了几个做饭的小技巧，比如从简单的菜开始做，提前准备食材，跟着教程做。还有2个小知识点，一个是中国常用的重量单位斤，1斤等于500克，另一个是菜市场可以讲价。总结一下，点外卖和自己做饭各有好处，没有绝对的好坏，主要看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对，比如平时很忙，没有时间做饭，就可以点外卖。如果有时间，想吃的健康一点，就可以自己做饭。没错，现在轮到互动时间了。我们有2个问题想问大家。第一个问题，你平时更喜欢点外卖，还是自己做饭呢？第2个问题，你自己做饭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菜？有什么简单的做饭小技巧吗？请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你们的故事。对，大家一定要留言哦，我们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